同学们好，这节课呢，我将给大家讲解一下牡丹画的构图与解析啊。那么，大家都知道中国画都需要有构图，对吧？那么构图的原理是什么呢？构图的原理就是，我们画人的这个心理，还有根据物象的画理，还有物理三者之间的关系。那么任何一幅作品在创作的同时呢，都要讲究构图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讲讲构图的基本形式，构图的原理是什么啊？那么首先构图有哪几种形式呢？看下面啊，有 S 型、三角形、C 字形、四边形，也可以说是平行四边形。另外一个是井字形，就是这5种几何图形的构图方式，大家要先把它记住啊。那么 S 型构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那首先给大家画一张纸啊。那么这张纸呢，这张纸就是我们画画用的纸啊，比如说4尺的、4尺整张的、4尺3开的、4尺4开的，就是这么一张纸。无论是多大的纸，反正这个就是横向的。首先讲解这个，第一个首先讲解 S 型啊。讲这个 S 型构图。那么 S 型构图，那一张纸好了，那画个 S 型吧。哇，这个 S 型像一条龙啊，这个就是 S 型。你是不是很奇怪？老师，你这个 S 型，你这个 S 型就是画个 S 完事儿了吗？没有啊。来，接着往下。这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大脑里还没有这个构图意识的话，我们就想到 S 型。你只记住老师说到5种构图形式 S 型，我先在纸上画个 S 型，但是是在草稿纸哦，不要在你画画的生宣纸上啊。草稿纸上先画个小图来，还是把这个纸画出来啊。假如这个是4尺的啊，4尺整张的吧，4尺整张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纸哦。那你这个纸，哎，好，在一开始大家在脑海里并没有这个构图意识，反正你就记住 S 型，你在草稿纸上画这样的一个 S 型，然后你去，把它草图画出来。那么 S 型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一个 S 型，S 型的尾巴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物体在这个纸上的组合的这个大体的物象，这个形式位置的安排像一个 S 型就够了，并不是说一定一模一样，大体的有趋势就可以了啊。你看这有高，这有低，高低起伏，这个画面不是气势宏博吗？那我们现在就是给它营造一下啊。一般构图的时候避开4个位置，4个边的中轴线，1、2、3、4，还有中间这4个点，尽量画的时候避开。当然偶尔有上面不小心搞到上面也没关系啊。就是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比如说这个4尺整张的，那么这一半是69哦，这一半也是69公分。所以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花头大概20公分，所以这边可能能画3个花头，对吧？那好，我为了营造 S 型，这个尾巴靠上 ，OK， 这里来一个花头，圆，一个圆代表一个花头啊。这边我还可以来一个，我是不是可以枝干从这里出来？是不是枝干从上面往下垂，对吧？这可以2个花头。这个地方有个花头，你记住老师说这中间不要画。那我们这个花头呢，高度不要平了啊，高度不要平了。你看，那既然这个在这个地方，我这个高度可以到顶上去，画2个花苞。然后呢，我这边呢，我还可以画一点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出枝呢，我这个呢不从边上出吧，我从这里出吧。这个画叶子啊，画叶子。你看这个高点就是这一块，那么接着要
下去，下去那我也不能坑着走下去啊，我是不是这个还可以画一个花头，是吧？这个花头这样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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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往下，哎，这边来个下垂的呗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画一个花头？那么1、2、3在一条线上咋办？破一下，这边还可以来一个，你看这整体的就是一个 S 型，就是说我们的构图要营造一个 S 型，刚才没有看到，这就是 S 型构图。那我们再看一看，刚才这个没有看到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刚刚这个视频太靠下了，就是说，你看一个圆代表的是一个牡丹花头，那么我从这里画一个花头，这里画一个花头，这个枝干从这里出，那么这个画个花头，这个画个花苞，那枝干从这里出，那么这整体呢，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 S 型，看从这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这就是一个 S 型。那么构图就是这么来的啊，因为在一开始在大家脑海里中它都是粗象的，所以我们画 S 型构图是比较好看的，因为它可以凸显这种婉转曲折的，能收能放的啊，蜿蜒曲折，能屈能放。S 型构图还是比较好看的啊。来，我们再看看 S 型构图啊。好，三角形构图这是第2个啊。现在三角形是什么样子的？这就是一张纸啊，这是一张纸，这就是一个三角形。那么这个三角形你怎么去把它变成构图呢？往下看，来，这就是一张纸，甭管4尺3开的，4尺4开的，4尺整张的，不管啊，反正这1个点、2个点、3个点、4个点、5个点，这5个点尽量避开，所以我不能把我的花头画这里，我把我的花头画这里总该可以了吧？正好偏开了 ，OK。然后呢，我的枝干中间不能出，来，我上这儿出，这是我的枝，这是我的叶子。诶，我要出一个，画一个小花苞，可以在这里画小花苞，叶子。那么我只是画了这个点和这个点，我这个角落上哪画？这个角，我说明我这个地方还要有东西，我这个东西要跟它对比一下，层次不能和它一样的，高也不能，因为这个已经很高了，所以我这个层次要低一点。我可以在这里画个花苞，对不对？或者画个小花头，这是一种。你看这个就是三角形，不过这个三角形是怎么样子的呢？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，它是这样，看从这里到这里连一条线，那么这里头从这里连一条线，那么这里从这里连一条线，它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。就是你构图，无论是正三角、倒三角、斜三角、左三角都是可以的。那么这是个三角形，那老师不可能只画一个构图啊，我们继续画个三角形，还是这么一张纸。当然这个纸也可以画着竖的啊，我这个是横的，那不就是营造三角形吗？你看1个点、2个节点、3个节点，3个节点，你看这个刚才出枝在右边，我现在出枝想在左边也是可以的啊。你看我这里画个花头，我的枝干往这里走，你看1个节点、2个节点，就是1个节点、2个节点确定好，那么还有个节点呢，在这里，这里你要考虑不要和它一样高哦，你要低一点或者是再高一点。比如说我这里画个小花苞吧，我另外再来一个老枝干，上去，这是画叶子，那么这个是老枝干哦，也是可以的啊。老枝干出枝上去，你看这也是个三角形，这是什么样的三角形？从这连线一条线，从这儿节点往这儿连，这个往下连，诶，跟上面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就再来一个。那么在一开始大家的脑海中
哎，只知道三角形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具体的细节构图呢，那你要打小草稿，先把它布局给它打草稿画出来，然后你再去画，在生宣纸上画你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，就做到胸有成竹啊。三角形也可以指这种等边的三角形，还可以不等边的三角形，还可以有这种90度的三角形呐，还有这种不规则的三角形都可以啊。那么三角形可以大小不等，但是一定要趋势明确啊。好，我们下面再来一个三角形的，再来个什么样的三角形呢？倒三角吧，倒三角，或者是侧三角，或者是这种呢，或者是这种三角，这样的，这边的，来，我们就在这边来一个啊，这个画头吧，就是这个节点，然后这个节点呢画枝干，往这来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来这边有个小的枝干往这走，这是叶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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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这一个点和这个点一连，然后这个点到这个点一连，然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就是这个到这个，哎，这个也是三角形啊。当然，我还能想出来啊，我这有3个三角形了。我们接着往上拉一点啊，看看屏幕缩小一下，全部在上面才好。这样全部在上面。好，我们下面三角形，我再给你出一个啊，这就是三角形，3个点。那我们这里画一个，这里画一个花头，一个点，还有一个点，还有个点到这儿吧，这个画个小花头。然后我这个出枝呢，我不要去右边，我可以从左边出，从左边出，这是叶子，叶子。然后这种出枝干，连接花苞，画叶子，画叶子。哎，这种就跟这种是反的来的。那么这种就是这样的，一个这节点和枝干连，然后这个节点和这个花苞连，花苞连，哎，可以是这种的。也就是说，三角形的，根据三角形的角度的改变，你的构图就要有所改变。好，这是三角形构图。接着我们画 C 字形啊 ，C 字形构图。那么 C 字形构图就是整体像个 C 字啊，这是第3个。好，我们现在画 C 字形构图，还是画个图吧。啊，这就是 C 啊，大 C 字。那它如何构成一个图呢？来，我们画一个小草稿。也就是说，它的节点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，那它可以，它的口往右开，当然它的口也是可以往左开哦，它的口也是可以往左，这些呢都可以改变啊。这个 S 型有倒 S 型，还有正的S 型，三角形倒三角、正三角、斜三角、直三角、等边三角、不等边三角都有。那么 C 字呢，这个开口也有这样的 C， 还有什么样的 C？ 往上的，还有往下的，无论哪一种都可以啊。那么我们就画这种 C 字形构图。那么很明显，这个节点在这上面，上面来一个节点，来个花头。下面你可以有节点，也可以来个小花苞吧。1个点、2个点、3个点、4个点、5个点要避开，所以我的枝干呢，我可以到左边来。哎，这是我的枝干，这是我的枝干。那么我还可以往这边走，这有点牵强啊，叶子往这走，往这走。但我左边这个地方我不要来东西了，我点的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要空的啊，这个地方是要空的，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是 C 字形。我们再画一个 C 型啊，这个是这个方向的 C 字形。那么我们现在要画一个
往上的 C 字形哦，往上的是这样躺着的这一种啊 ，C 字形，还是4个点，避开，避开，避开。然后花头呢，在这里，这里来个花头，这里来个花头。你出枝可以这样出，也可以这样出，叶子，叶子，叶子，这2个花头。那么为了营造 C 字形，你看这一边是围好了，那么右边呢？右边你可以在这出个枝，画个叶子，然后来个小花苞吧。哎，是不是从这连接起来一个 C 呀？那么这就是 C 字形啊。当然 C 字形还有别的样子的吗？再来一个 C 字形。那么像这种构图，只要你脑洞大开，你能画很多的 C 字形。那么这个构图就是需要大家从抽象变为具体。我们继续往下变啊，来，我们可以变一个反的，这一个，我们先画3个花苞。那么这边呢，出一个枝，来个小花苞，画叶子。哎，那么它的构图呢，你可以这样走，画叶子，是不是又是个 C 字形？哎，这个呢是这样的 C 字形，还能不能变？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变一个啊，给大家变得多多的。这里再变一个 C 字形，画小一点。我们画个这个方向的 C 字吧，这个方向 C 字，你看随便画，只要你营造具体的构图像 C 字形就可以。很明显，这个枝干往这儿走，花苞往这儿走，这是个 C。然后你需要跟它迎合这个节点怎么办？你这个节点已经迎好了，那么这个节点呢怎么办呢？这个就要倾斜呀，从这里出呀，从这里出画一个花苞，画叶子，画叶子。哎，这下呢也是 C 字形啊。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变，你变得更具象一点。你这个可以把枝干移到这边，更像一点啊，更像个 C 字形。那么呢，这是 C 字形构图，还没完啊。我们接着下一张纸，要画4边形和井字形构图。这个大家可以给它缩小图，可以看清楚啊。这个就是全部的这个构图形式。我们接着讲3、4井字形和4边形。来，再重新铺一张纸啊，因为这个比较重要，大家下去按照我这个上面，先从抽象，然后再画具体，每一个，哎，画仔细一点。这样吧，我们接着画这个井字形和4边形。我们从这里画个4边形吧。那么4边形是这个样子，这是4边形。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构图啊，把它变成构图。好，这是一张纸啊，一张纸，把它变成4边形。4边形你可以看，这里一个节点，这里一个节点，这里一个，就是4个节点。你要在构图的时候呢，要考虑到还是4个点，5个地方要避开，所以我花头可以往这儿画，我这可以画个小花头。那么这个花头就是我都是自己随意的啊，因为你看我这个是画这个节点，这个花头就是这个节点。那我要画这个节点呢，这个节点肯定在下方是画枝干的，所以枝干这个点避开，你要么在这里画，要么在这里画。从构图形式上往这边偏一点更好一点。枝干往这儿走，枝干往这儿走，叶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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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来个花苞，来个花苞，叶子，叶子。
哎，这个就是四边形，这个也有点跟三角形和 U 字形有点像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我连你看，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是这样，这一点到这一点往下，它这样连，这样连，然后下面是这样的，然后这个连接好了，然后这一点到枝干，哎，这个是四边形。当然，你看这个地方开了，它也可以称为，哎，这样 U 字形啊，这样的一个 U 字形。就是说，你无论画成这样，那也挺好看的。那么这个图呢，我们只画了一个，我们接着再画一个啊，这是四边形构图。你看这个构图，我直接给它镜像过来，大花头在这儿，小花苞在这里，这来个小的，是不是这个枝干就从右边上来，画叶子，哎，这个枝干从这里，是不是完全跟它相反一下，就变换两个图形了？你看，叶子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那么它这个图形是怎么样呢？这两个就跟它相反啊，相反。这个从这个花心到这里一连，这个花心到枝干一连，然后枝干到这个花心，可能是这个样子，是这样的四边形。只要是四个边就可以，你不论哪一边长哪一边短，这个可以自由一点。我们继续画一个啊，四边形，这样的四边形。那我们现在画一个呢，1、2、3、4、5个点错开。那我可以除了左和右，那我就直接把花头画这里也可以的。花头画这里，枝干往这走，这里可以出一个枝往前面一点，哎，叶子往这走。啊，这里可以来两个小花苞，枝干从这里走上来，然后这边再出一点枝。你看这样一连，从这里到这里一个、两个，看哈，从这里1、2，从这里到枝干3，从这里到枝干4，也是一个四边形。还能不能变呢？只要你开动脑筋，还是能变。我继续给它变，我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我大花头放这儿，我的枝干，我的小花苞放这儿，我要营造四边形。那我这里还来一个，这个你只要记住这4个节点，所以4个节点要么就是画花头、花苞，下面一般是画枝干的。那么这个就往这边走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也是一个四边形。你看哈，是怎么样围？从这儿到这儿一个，这儿到这儿2个，从这个花心到枝干3个，从这个花心到枝干4个。哎，这也是个四边形，就这么简单啊！其实它不难的。还有一个什么形呢？还有一个井字形啊，我们再画个井字形。其实井字形呢，就是2横嘛，这是井，跟井字这个写法是一样的啊。井字形。那么我们还是画一张纸，啊。井字形呢，井字形有点难哦。井字形构图它是两个纵的，2个横的交叉在一起，所以它在构图中啊，应该位置比较显眼啊。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突出重点。那怎么去画呢？如果是我通常1、2、3、4、5个点不画。啊，实在要画花苞，我只能瞅在这里了。我要画个一大一小，这是，这里必须要加一个2横嘛，2横，这边呢画叶子往这边走，然后树
这里有来个树，来个老枝干，老枝干伸上去，老枝干。那么这是叶子，这个稍微有点太直了啊，斜一点。那么这里你看两横1、2，这是两横1、2到这个枝干密集的地方，它就是这样一横。那么这儿到这儿是一横，那么这些呢是一个密集的地方，它这一竖。那么这个花头跟它的干，形成一个井字。那么这个也是井字形。我们再画一个啊，要脑洞大开啊，5个点不画，5个点不画。那我要画个花苞吧，小花苞、大花苞。那么呢，我的出枝呢，这样来吧，枝干。那么花头、大花头上这儿来，这样来画叶子。那么这个你只要你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哎，老师你凭什么在这个地方出枝画花头？这个就是你看啊，井字形，4个节点，1个节点，2个节点，3个节点，4个节点。就是说井字形这4个节点的地方，就是你要画东西的地方，画花头或者是叶子，你尽量去营造一个井字形。所以我就可以往这边画。看这边还可以加一个小花苞。那么这个井字形是，你看从这个节点到这个节点是这样的。那么这里呢，从这个花苞到这个叶子是一样，到这边走，它的节点就是这样斜一点啊。然后从这个花到这个节点，到这个枝干，从这个花心到这边，你看是这样一个井字形。就是说这个井字形，你构图的时候可以不规则，无论是斜着还是正的井都可以啊。我们再来一个。你看，通常呢，如果你花头这样画，那叶子这样走，斜的啊，斜的，那你的枝干呢可以直着。你比如说你这里来个花苞吧，这个画叶子。你看我也是在营造这一竖，那么我这个可以来个老枝干上去。那么这些叶子，你看我呢营造1个横，来从叶子到这儿2个横，就是密集的地方就横1个横，然后这一竖，那这一竖，那这几块可以纵向的可以从一竖，它是这样的，然后这一环是这样的。那么它是这样的一个井字形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构图哈，虽然有点难，但是大家可以多做一些练习啊。那个构图法则要记住，5种构图法则。大家下面可以像我一样，把一个井字形把它从抽象到具体，你可以画很多，一般一个形能画个20、30个，牢牢记在脑子里，以后你拿一张纸就能画出作品来。那这个时候构图呢，不需要你再重新练习，你只要记在脑子里，从哪个地方画花头，你立刻想到你用的是哪个形。那么这一步呢，画多了就记住了。那初期怎么做呢？像我这样画这种小草稿，比如说我画的这个小草稿画好了，然后我拿一张作品纸，然后我在上面框哪个地方画一个大花头啊，哪个地方画一个小花苞啊，在纸上比划一下，做到心中有数。然后画的时候呢，就按照先画花头，再画叶子，再画枝干，按照顺序画。那么你这个构图呢就会漂亮啊，是有准备的构图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这个牡丹画的构图与解析就讲到这里啊，希望大家学有所成，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。有任何问题呢，大家可以在群里跟老师沟通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节课再见，拜拜。